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新剧脸部状态堪忧，大浓妆开10级美颜，已不是合颜古偶了。2024年的国剧市场，用高开低走形容再合适不过。跨年大剧《繁花》热度火爆，引起全民追剧热潮，收视口碑齐飞。紧接着，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，凭老三的设定爆梗频出，火爆出圈。可惜在这之后，国剧迎来了低谷，即使有南来北往这样的收视黑马，但远远达不到爆款的标准。但别急，真正的王炸终于来了，让观众苦等已久的《与凤航》官宣定档，3月18日起上星湖南卫视、鹅厂、芒果同步网播。观众们的小板凳都搬出来了，但没想到定档预告一出，观众们的心凉了半截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特效差，演员老，与凤航质量堪忧。与凤航讲述了灵界币仓王沈黎、赵丽颖是因逃婚坠落人间，机缘巧合之下与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止林更新是纵横3界，展开一段强强联合的新神话爱情故事。3界上古神君爱情，全是古偶剧的元素，已经让不少观众失去了兴趣。再点开预告一看，悬着的心彻底吊死了。短短1分钟的预告，透着浓郁的粗制滥造的气息。既然剧中有神仙，自然少不了特效加持。与凤航的特效看着就挺像特效的，神仙们的大招看上去和追踪导弹一样，满屏的红光看得人眼花，不仔细看都忽略了站房顶上的女主。等到女主单独的特效镜头了，看着和86版《西游记》中踩着风火轮的红孩一样。还有这劣质的抠图痕迹，像随便找了张照片铺在人后面，生怕观众看不出来假。但最让观众担心的还是2位主演的状态。近2年的赵丽颖影视双开花，凭风吹半夏提名白玉兰视后，在电影第20条中表现抢眼，备受观众好评，有着远超其他85花的实力。重回古偶相当于回到舒适圈，演技自然不用担心，可毕竟36岁的人了，演古偶这张脸有点不适合。能看出后期没少下功夫，10级美颜磨皮都开了，看预告中的一些镜头差点认不出来是赵丽颖，皮肤上纹路都被磨没了，说话时脸上连动态纹都没有，像 AI 合成的假人。还有现代感十足的大浓妆，上挑的眼线，乌黑的卧蚕，卷翘的眉毛和突兀的嘟嘟唇，都代表赵丽颖为显年轻做出的努力。可再浓的妆也遮盖不住眼中的疲惫，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适合古偶了。不过至少赵丽颖的脸还是好看的，男主林更新直接让人眼前一黑，大脑门、黑眼圈、高低眉，满脸疲惫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千年神君，长了一副千年没睡过觉的样子。换个角度，脸像被砖头拍扁了一样，又肿又平。预告中一些画面真的让我怀疑，男主真的是林更新亲自演的吗？而当男女主同框时，林更新的鼻子有赵丽颖的脸1半大了。要不林更新还是回水里泡着吧，星月 CP 在剧真的磕不动了。配音出戏，赵丽颖被打回原形。话说回来，特效、妆容都是为剧情和演员服务的，如果剧本好、演技好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演员有4个基本功，叫做声台形表，台词功底无疑是演员的必修课。与凤航最让观众接受不了的一点，演员使用的是配音。角色一开口就是浑厚的配音调，而且还是常常在古偶中出现的声音，听着听着就让观众串戏，质感直接下了一个档次。中年古偶还张不开嘴，真是演艺圈的悲哀。大满贯事后，樱桃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如何看待国产剧中台词用配音的情况，他是这样回答的：
如果是技术层面不可抗力要去录音棚配音，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配音，这个是我想不通的事情。可能在这些实力派演员心中，原声台词才是演戏的标配。此前，人民文娱也对演员使用配音的现象进行过评价。一行有一行的基本功，声台形表便是演艺工作者必修的基本功课。演员有着基本的台词基本功，必然能够让表演水平更上一层楼。原声台词的爆发力是靠一部部优秀的作品积累而来，切莫因为自己的懈怠使演员变成眼背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直戳肺管子，某些的演员的遮羞布全被扯下来了。当今的国剧市场中，演员使用配音的现象层出不穷。比如同为85花的刘诗诗，演戏多年几乎没离开过配音。在《一念关山》中，歌手出道的刘宇宁都敢使用原声台词，他身为戏龄15年的老前辈还用配音，说他是演辈实至名归。还有杨幂，虽然她的原声台词的戏不少，但不管什么角色都是嗲里嗲气的，重音停顿都找不好，拍戏还要带老师进组。如果是新人演员，我还能夸她敬业。杨幂出道小20年了，还是北电科班出身，都快砸了学校的招牌了。赵丽颖原本都是85花中的 next level 了，一用配音打回原形了。前辈们都这样，更不用说那些新进的流量小生小花了，演员的门槛越来越低了。结语：看完预告，真的很担心与凤航的质量，剧情俗气套路，特效又假又差，两位主演状态不行，全剧的演技含量也不敢保证。要知道，预告通常是一部剧的精华集锦，再烂的剧都有一个精彩绝伦的预告，可与凤航的预告把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，太让粉丝糟心了。真为与凤航捏把汗，但能上新卫视黄金档，被2个网播平台买走，能看出与凤航的野心不小。希望等到正片播出，能给大家带来惊喜。赵丽颖首部监制作品质量究竟如何呢？就等正片了。